你是不是也遇过这种情况 ？MACD 刚刚金叉，你兴冲进场，结果下一根 K 线直接被套，不是你技术差，是你被骗了。MACD 的假讯号，95%的人中招过。今天这期我教你3个实战技巧，用我的自研 MACD 多周期共振指标，让你精准识别假信号，提升胜率，稳定交易。特别是第2个技巧，连很多职业交易员都忽略了。掌握后，你的胜率直接上一个台阶。在这里，我说的不是书上的技巧，是真正我自己实盘验证，并且写进脚本用的技巧。第一部分 ，MACD 到底在看什么 ？MACD 是移动平均收敛背离指标，听起来很复杂，其实它就做了2件事。第一，它看的是2条均线之间的差值变化；第二，它把这个变化视觉化，告诉你市场是加速还是减速。蓝线是12日均线到26日均线，即快速减慢；橘线是蓝线的9日平均线，柱子则是2根线相减的差值。所以金叉，蓝线上穿橘线，动能开始转强；死叉，蓝线下穿橘线，动能转弱。柱子扩张、收缩可以帮助我们判断动能变化速度。问题是这些讯号并不是每次都准确。为什么？接下来告诉你 MACD 的3个使用误区。1. 金叉买进讯号。在震荡行情里，金叉可能只是假动作，尤其是在均线缠绕阶段。在纳斯达克日线周期，当 K 线跌到布林通道下轨之后，随着反复震荡， MACD 开始在零轴之下金叉，柱体也由红柱转为绿柱，但很快就开始下跌。即使在下次继续红柱转绿柱的金叉，在金叉当天大跌且连跌5天。所以在震荡行情里，金叉很可能是假动作，并且反复出错。2. 背离必定反转。很多人看到价格新高，但 MACD 柱子没有创新高，就以为是顶部。实际上背离只是动能变化的早期信号，背离可能1次成功，也可能反复3次4次才成功。就像这里标普500日线，价格不断上涨， MACD 柱体也随着价格上涨不断越来越低，并且死叉显示出背离，但是 K 线却没有下跌，而是在不断继续往上。3. MACD 不要单独使用。很多人喜欢单独使用 MACD， 并且称为指标之王。如果研究 MACD 的指标代码，你就会发现 MACD 不具备成交量这个重要的属性，使其不能准确的区分趋势还是震荡行情。在趋势行情中，不光 MACD， 其他指标也一样优秀，但是在震荡行情里， MACD 却会持续失真。不光 MACD 线体和柱体反复缠绕，因为 MACD 设计出来就是为了捕捉趋势加速过程，在横盘震荡期特别容易失真。知道了误区，下面这3个实战技巧给你解决答案。技巧1，支撑阻力加 MACD 共识。不要单看金叉，要看金叉是否出现在布林线支撑附近。当布林通道的中轨朝上，价格穿布林带中轨，或是回踩布林通道中轨，同时 MACD 出现金叉，这时候成功率高很多。我们可以看到在 BTC 的日线行情中，价格上穿布林带中轨之后，此时 MACD 金叉 ，K 线开始持续上攻，这是因为布林通道中轨是重要的强弱分水岭，在震荡弱势时期是很难有效站上布林带中轨的，尤其是中轨朝下的时候，此时中轨就是阻力。MACD 本身有迟钝性，但结合布林通道可以很好的第一时间掌握支撑阻力的强度。技巧2，多周期 MACD 共振。如果1小时 MACD 金叉，同时4小时和日线也是金叉状态，那么胜率会大大提高。多周期共振等于时间框架一致性，是机构常用的确认方法，但同时切换好几个周期太过困难，所以我把它直接写了主图里，点击设定，设定好2个需要参考的共振周期，然后打开目前周期。如果当前周期金叉了，共振周期同时也都是金叉状态，就会在当前周期的金叉位置提示多周期共振金叉，反之则提示多周期共振死叉。再结合前面讲的布林线支撑阻力，就可以轻松的提升 MACD 的胜率，做到既有看长做短，又有支撑压力。
在这里，我们看纳斯达克的4小时级别共振周期是为日线和周线。此时在布林带中轨往上的情况下，且在中轨附近共振金叉，则继续上涨的几率很高。但如果短线提示的位置较高，在布林带上轨之上了，需要注意下此时上涨空间有限，不要急于追逐，而是耐心等待机会。当然，如果只需要单一共振，就在设定里把2个参数设定一样，就是单一共振了。下面给你我的共振参数参考。日内做 T， 共振参数为30分钟和1小时，查看买卖点位的周期为5分钟或15分钟。短线交易，共振参数为1小时和4小时，查看买卖点位的周期为15分钟或30分钟。波段交易，共振参数为日线和周线，查看买卖点位的周期为1小时或4小时。如果你想取得我自用的布林通道加 MACD 多周期共振指标，可以在留言区留言共振指标，我会寄给你。技巧3，柱子拐点抓反转。很多人只关注交叉，但其实 MACD 柱子的顶底和减弱点也非常关键。如果你看到柱子连续变短，就算还没金叉，也可能是动能开始反转。这是因为 MACD 的金叉迟钝性，所以柱子也是重要的动能参考。再加上成交量或 RSI 等其他短线强度确认的指标，可以弥补这一点不足。这里我们看 BTC 4小时跌到下轨附近， MACD 柱体开始变短，此时开启 RSI， 发现 RSI 已经超跌，且背离后重新站在30之上开始拐头往上，则这里就是确认的好机会，可以在目前 K 线下方设定止损，耐心等待反弹，直到获利出局。所以如果想用 MACD 建造系统，建议你结合布林通道或 RSI 一起使用，因为 MACD 本身不带量能和超跌超涨的判断，且背离可以2次、3次甚至更多才反转，所以需要其他指标来弥补上述缺点。例如 MACD 金叉加布林通道在中轨附近加 RSI 子线站上黄线且黄线在40以下，这种组合就比单独讯号更稳健。总结今天你学到3件事。1. MACD 不能单看金叉，因为金叉有延迟性，且在震荡时期会失真，且连续触发反复金叉死叉，所以在使用 MACD 金叉之前，要考虑到目前的位置，包括支撑阻力位。如果金叉时已经在阻力位，那需要结合其他指标来确认强度。2. 多周期共振是辨识假讯号的利器，因为大周期的驱动力是很强的，就像流水一样，总是高处往低处流，无非是流得快一点或慢一点。所以大周期的共振给了小周期更大的盈利空间和机会，只用注意位置，不要把短线空间透支就行。因为如果短线透支了，那么会开始震荡消化，此时没有行情，浪费时间。3. 柱子变化胜过交叉本身，结合其他指标弥补 MACD 缺陷，胜率会更高。柱体比金叉快2到4根 K 线，所以很多时候短线要注意柱体的强度和变化，但是柱体也会反复，所以要结合其他指标来弥补 MACD 的缺陷。MACD 本身就是趋势指标，趋势指标最大搭配支撑压力指标和超跌超涨指标，构成一个体系。趋势指标只判断趋势动能，支撑压力用来判断当前的获利空间，超跌超涨则用来应付主升浪和主跌浪，应对市场情绪的爆发。关于技术指标，我常听到各种各样的观点，包括指标无用论或某个指标无敌的观点，这些都是错误的。指标的最大特征是归纳总结，避免情绪交易，而且每个指标的特征不同，效果不同，碰上不同的行情又不相同。例如趋势指标在趋势行情中看起来十分精准，到震荡行情又总是持续出错。所以交易的关键在于抓住变化，跟随市场，不要想着一个指标可以全包，而是用不同的指标互相扬长避短，建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，用完善的交易思路来控制体系。如果一定要用 MACD 指标，至少需要配备一个强度指标来判断当前是趋势还是震荡，才能更好的发挥 MACD 指标的特性。我也会在后面分享如何建立完整的交易体系。觉得有收获，别忘点赞、留言、共振指标，我会寄给你。关注频道，
每周更新实战策略，记得打开小铃铛，别错过。